欢迎各位来到第8季《王牌对王牌》，让我们欢迎王牌家族。这1年多不见，没几个会正常走道的了。是因为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呀。你的身份是？我今年可是王牌家族的2当家。等了这么多，我等了这么多年，我终于把贾玲熬走了！恭喜呀！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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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玲呢，因为在忙着自己的新电影，等到时候电影出来的时候，大家也要多多的走进电影院去支持一下。对。在这儿也要特别恭喜杨花花，因为她是第1个在鸟巢4面台开演唱会的人。开票真的是一开2天直接就没了。对，恭喜杨花花啊！其乐融融的一季节目又开始了，但这一季呢和往季有点不一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3位王牌好友，他们当中有人在这一季会帮助我们家族来完成各项的挑战，但是也有人从一开始就站到了咱们的对立面。来，所有人做好准备，欢迎我们的王牌好友。欢迎沙溢、唐嫣、杨迪。哇！欢迎3位王牌好友。大家好，我是穿着粉红色套装的女生。粉红女神。大家好，我是穿着灰色套装的灰色男孩。你没觉得我们俩有什么相似之处吗？是褶子还是说我跟我师哥不约而同的都蓄了胡须可能也是在暗暗的提醒大家，我们曾经是草，提醒校草。站在我们对立面的就是这位郭老师吧？什么郭老师？我是一个天才儿童。我头顶这个锅是接收宇宙信号的。杨迪这季又一次和花花撞型了啊！我又撞，你看，哎呀，不分伯仲啊！哎呀，但看起来他的信号比我的好一些吧？当然，我这有一边都不亮了。它可以加长哎。他那个毕竟金属的，人家能伸缩。小童，你扮的是啥呀？我扮的是机器人，机械机 AI。我觉得小童太像机器人本人了。没错。这个身材多1两则多，少1两则少。谢谢2位哥哥。那你俩是多了几两呢？按照人类的标准，半斤和8两吧，半斤。这一季咱们人变多了，有没有什么新的口号研发出来的？不然就现编啊，延续上一期的。得有新的。王牌战队啥也不会。是这词儿吗？是这词儿吗？真是啥也不会。来听一下本季的新口号是：王牌战队啥也不会。介绍一下今天大致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家都是科幻迷嘛，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为了一部科幻电影来的。面试演员，希望大家可以被选中。电影的名字叫做《火星》，火星。同时，我们还请来了帮帮团成员，每个人有一个帮手，欢迎帮帮团。优萃有机奶粉，中国妈妈王牌之选。接下来是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王牌时刻。哎呀！那闫妮、钟汉良、徐志胜，欢迎。哎呦，这火星的地面这么崎岖的吗？火星。我们就开始现场认领吧，谁是谁的帮手？要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哎呀！怎么跟我这滑过去了呢？我认领这个。这还没握手呢，就认领。我就跟过来了是吗？自动transport了。我不知道。来，我认领了，我认领了。唐嫣姐上啊！那。
我俩那都不叫认领，那叫认养。呀！我往这边。收破烂喽，收破烂。还是有人要的。有人，整半天我在这儿呢。腾哥，为什么认领谢楠呀？这我穿这身衣服，还看不出来吗？不觉得很有搭档的感觉吗？你看着应该也眼熟吧？我大概知道了，但那个人和这个人不是一个气质吗？不是，主要那个不是校草，那个年轻时候长得就一般，也很帅，也很帅。花花认领雪琪儿是为啥呀？我主要也是因为说的比唱的好听，哎，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哎，很适合搭档。哎呀，珠联璧合了。那这只大尾巴狼是？这个腾哥熟吧？这个认识不？可没少挨了他的揍。不会是刚子吧？也熟吧？正是刚子。长得有点变化了啊！这是变异了，变异了。有生活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会带大家进入中国电影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中国的科幻电影。中国科幻电影在近几十年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萌芽期到沉寂低调，再到高速发展的阶段。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环境的不断成熟，科幻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逐渐成为重要的类型之一，在世界科幻电影之林当中也有着它独特的气质。把脚给我挪开！今天，王牌家族和到场嘉宾作为科幻迷，将通过科幻电影选角的方式，体验中国科幻电影制作的精细环节，带大家深入了解中国科幻电影工业里的中国制造，同时致敬中国的科幻电影。为大家介绍今天选角的主考官——王牌计算机 S。大家好，我是 Ace， 欢迎各位来到剧组面试现场。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3轮考验，每一轮都会有专业的电影幕后工作人员来考察你们的实力。同时，我知道你们对这个电影的结局有不同的想法，有人喜欢圆满的结局，而有人喜欢悲剧的结局，希望炸弹引爆。所以我决定给你们一个改变结局的机会。具体如何做，我们稍后公布。这个电影的结局需你们一起努力，就看最终谁能获胜。祝你们好运。我可不可以简单理解成为，就是我们这一堆人里面有卧底？可以这么理解？是一组还是他们分在不同的地方？人数不明，动机不明，他的手段也不明。哦，那是吧？以王牌对王牌的调性。什么呀？什么呀？那么接下来这位，游戏结束。你以为王牌对王牌的导演脑子那么不好？不就是吗？还没等玩呢，就让你们猜出来了？就永远是卧龙和凤雏吗？就是啊，卧龙凤雏2员大将。现在我们的考验第一站就正式开始了。第一个考验。超时空通信因为声音是科幻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目前场上的6组面试演员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不是这个力量太不均衡了吧？这还用比呀？这。什么时候有小童的队伍可以在这个环节成为厉害了？我又怎么了？为什么？来5个字，小童。收费的。 5个字。收费的5个字儿，收费员5个字儿。好了，我们第1轮是拟音题啊，你们只可以通过肩部以上发出声响，这个很难，这只能声音和表情。给花花看一下。哦，这个也不容易。哇哦，好难啊，这个。来，挑战开始。
好厉害！厉害厉害。4个字。我只能说，这个也不考虑他的同伴有没有这个能力。几个字？4个字。 4个字儿。神经错乱。冰天雪地。又聪明的猜出来了。首先教你个实底儿，我没猜出来，我只能原封不动的给你 copy 过来。4个字。这还是拟声吗？拟声，而且确实原封不动 copy 过来的。演得很好，跟我一样。我是说实话，我演完都有点迷糊。发疯。 4个字儿，来最后一棒。 4个字儿啊，4个字儿。忽略掉手得，不能看表演，只能听声音，你知道吗？牙头，4个字儿啊。爱不释手，连啃带咬。这是一道拟音题。声音，这是重点啊！卡一口痰，卡一口痰。没了吗？没了，就你再演，要不你再演一点。拟音题，听声音。我没猜出来。我看出来了，就我对面的观众在第1棒的时候，纷纷是这样的。到了第3棒的时候，一个女孩惊叫。我真的已经知道我吧那个时候。 花花再给演一遍可以吧？我这个手是为了捂住那个麦。哦。对，它是原本是这样。冰天雪地。最后一个字应该是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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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样。这个倾盆大雨。哎，对。晴天霹雳。暴雪将至。风雨交加。最后一个字是哗啦啦啦啦。暴什么雨？暴风雨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暴风暴雨。你都已经你这对了3个字了。暴风骤雨。暴风大雨。暴风狂雨。字儿都是对的，但就是顺序不对。狂风暴雨。狂风暴雨。狂风暴雨。不容易了，暴风暴雨。 不能算对了，不能算对。那当然不能算对了。来，请狒狒拿上这轮的题目。这么难？哇，这个简单吧？一脚天上一脚地上，这也太好演了吧？这个要是没有手不好演啊。只能出声儿，怎么演呀？啊，对。来，挑战开始。 2个字。哎，可以。哎，这个可以。至少让他们猜出来是吃的。快，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是什么呀？在干啥？这是翻面的，翻面。演了个茧蛹。
啊，2个字哦。唐唐为什么演完之后娇媚了很多？他就喂我。几个字儿？2个字。2个字儿，2个字儿。没了。没了。不是，这有声没声啊？这啥玩意儿？有东西吗？快没了，都已经到这儿，就俩字儿啊啊！没声儿呀，声儿呢？这是吹还是不吹啊？你这反正是吹是不吹的，好像是有，也好像没有，没了，没了。谁演的？2个字，编都编不出来这个。你呼后面还有个什么，我给忘了。我想不起来了，脑子不。你先判断大概，猜一个。知了啊。接近了，接近，接近了，接近了，这还。哦，蛐蛐儿。我放个水，往前再挪一半，看一下闫妮儿姐的真实表演。这还有这个哈，有帮助吗？没啥帮助。我再放点水，再往前一棒，第2棒。4啊，怎么就变7了呢？咋在撕东西呢？他这个吃东西这个太重要了。什么东西烤熟了，撕下来吃？牛排？不是，牛肉，肉干儿。你再往前倒一点，牛排前面一点点。吃面。再往后一点。牛肉面。你就说刚刚牛肉往前倒0.5，到0.5。到0.5，我这个倍速还要求上。2个字。烧鸡。已经有0.5了。哎，这谁跟你说这就有0.5了？烧烤。不能算对了，不能算对了。接下来题型也要变了啊，题型会变成台词题，传递15个字以上获胜。记忆力的，靠记忆力。这是一个双人题，感觉是个对手戏，应该是吧？你们好好演啊，闫妮儿姐，尤其闫妮儿姐。这回我争取好好记。记住哦。你放心吧，关键这把我脑子吵晕了。快个啥？这太吵了。嗯，总有理由。请播放视频。咋了？我王的法州大军已经杀到露台了，咱们已经大势已去。啥？大王，奸臣哪有缺我嘞？大王，臣妾深得大王恩宠，无以为报，愿用500年法力送您离开。咦，小大姐儿，你可搂着啥嘞？赶快了吧！大王，多保重。来生再见。走。咦，这弄啥嘞？怎么还是这儿了？哪的语言？是河南话吗？这个小大姐儿，小大姐儿，来挑战，开始。大王，咋了？勿忘的法州大军已经杀到露台了，咱们现在大势已去。啥？大王，
你词儿，大王。哦，剑圣哪有缺我嘞？有缺我了。大王，臣妾深得大王恩宠，为为宝，愿用500年法力送你离开。小大鸡儿，你还啰嗦啥呢？赶快的吧！大王多保重，来生再见。哎呀，这弄啥嘞？啊，大王，不好啦！啥？武王的讨伐已经到什么台？讨伐已经在门口了。什么台了？大势已去。大王不好了，吴王的讨伐已经在门口了，大势已去。臣妾深得您的恩宠，无以为报，愿意以500年的法力。愿意以500年的法力换什么？愿用500年法力送你离开。500年的法力去换成下辈子再见。啥？瓜哥，纣王也是有词儿的。多背打几词儿？快别笑，我们下辈子再见。不是前面呢？无以为报，再往前倒一点，往前倒。大王大事不好了，吴王讨伐已经到门口了，是吧？下辈子再见。大王你没词儿啊，大王的词儿呢？哎，你有词吗？剑圣，你又缺我了。小大鸡儿，这弄啥了？我怎么定就觉得你没词？大王，大事不好了！开始了？啥？开始了？吴王的讨伐已经到了门口了，我们大势已去呀，大王。啥？大王，臣妾深得您的恩宠，愿意用我这500年的法力换下辈子再见。你逃命！啥？你记谢楠的词儿啊！你记谢楠的。我们下辈子再见吧，大王。哈！杀！你这好记，我这演难演啊！一个字讲出好多种情绪。啥？头哥太厉害了，2个人物，他一个我一个啊，来。大王大事不好了！啥？大王大事不好了。我要用我下辈子来换。不是谁又来了？你看我还得替你记着，谁什么又来了？那个妖魔鬼怪又来了。啥？然后他要把我杀了，然后我下辈子我要用500年什么？哎呀，一句也没记住。500年什么功力？我要用500年功力换我们下辈子同命。啥？我要演这个。我不想演。大事不好了，大王！啊，不是，我还要自尽那个呢。哦，那你就死吧，死吧！你有词儿吗？我就是傻。我就是傻。大家都急的傻。为什么让妍妮姐担任这么重要的任务？这回我争取好好记。所有的词儿都在妍妮姐那儿。你们俩先配合演一遍，来，记台词，表演开始。交集。大王大事不好了！啥？妖魔鬼怪要来了！啥？我愿意用我500年的功力换你，跟你一起同归于尽。啥？你快去死吧！你快去死吧，大王！啥？我来替你死。好像是这词儿吧？大概差不多，顺序无所谓了。最后对的字数是16个字，也还行，还可以。这么好厉害呀！行了，妮儿姐别背了，一事儿过去了。别背了，现在背。还有最后一轮终极题，第5棒4个人最后一格，直接是抢答的，谁看出来答案直接可以说。这后面人也太挤了吧，这么多人处在这一个。肢体表演。看到了。哦，这个其实挺难的。传递开始。 4个字，第一个字，睡，困，躺，不是跟第几个字有关系。一对儿，你一对儿，我那一对儿，无精打采，无精打采。我给你传了是吧？哎呦，代表比得很好的意思。四个字。
第一个字，第一个字。第二个字。这是啥意思啊？第三个字。第四个字。成语。无什么打彩无。这跟你的不是一个思路了，跟你的思路都。我的这个思路只有第二棒能知道。4个字，第一个字，不，第二个字，不看不瞪，山，撵，不瞪山撵。你说的是碾子山吧？不是山子撵。撵踩。来，好，来，等等，直接是抢答的，谁看出来答案直接可以说。几个字啊？几个字？4个字。 4个字。4个字。不三不四。第二个字。看，往下看。抽打山，不理。雪琴能猜的。第4个字，看第4个字。踩。不理不睬不打，无精打采。哇，厉害！我都没猜到。点的人都没猜到。好，我们第一轮游戏结束。刚才我们玩拟音传声筒呢，是因为声音在电影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在科幻影片里声音的力量。在了，这是在了。哇！正在攻击等离子罩，地表防御舱已被突破。哇！电力系统已损坏，外星生命即将到达。哎呀！让我们欢迎中国著名电影声音指导、电影《独行月球》的声音指导赵楠老师。楠姐，刚刚我们现场的音效就是赵楠老师的团队制造的。王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声音指导赵楠。赵楠老师呢是中国著名的电影声音指导、国家1级录音师、奥斯卡评委会成员，代表作有《独行月球》、《影》、《悬崖之上》、《满江红》、《你好，李焕英》、《狙击手》等电影都是出自他之手，被誉为中国电影声音界的女超人和声音魔法师。厉害！欢迎赵楠老师。您跟腾哥是非常熟悉的朋友是吗？对，腾哥从最开始配音配30句，他都有点发怵，到现在《满江红》单场戏107句，他一个奔不打的。我觉得这是他配音的一个飞跃。成功转型幕后。刚刚开始的这一趴呀，单从声音角度来讲，真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一开始确实有被惊到，怎么才能达到那么的震撼人心，让人产生恐惧感呢？您专业的介绍介绍。就比如说科幻电影吧，其实从观众的角度上来讲，因为你们知道它是假的，所以需要用声音的这个技巧来触发你的这个生理反应。科幻电影的音效的一些制作和普通电影差别其实非常大。对，比如像《独行月球》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金刚鼠。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去观察过袋鼠，袋鼠本身的声音其实非常的单调，于是我们就注入了一个声音元素，其实就是我们家的一条狗，它的名字呢叫法老。哦，好像啊。你别看我给他可不像啊。我其实用了大概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收集了特别多的不同情绪的声音，最后在《独
独孤月与金刚鼠告别的那场戏，其实刚子他很急迫的哼唧的声音啊，和很着急的脑返回舱的舷窗声，其实我用的全都是法老的声儿，他才能给我们一种非常细腻、非常感人的一种情感。最终是把这些声音融合在一起，给大家在电影里呈现了一个金刚鼠的声音。用心了，用心了。今天这样子吧，您都来节目现场了，咱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好呀，可以啊。为了给大家直观的展现一下我们这个声音的魅力啊，我带了我的2个拟音师来，他们也是独行月球的拟音师啊。来，我们有请2位拟音师，欢迎2位，2位好，来中间请，中间请。大家好，我是拟音师韩君生。大家好，我是拟音师高亮。欢迎2位。今天我们准备的片段呢，来自于这个《独行月球》，2位老师能不能现场还原一下？好的，没问题。这个拐杖你收好，老的时候啊。太厉害了！第一遍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腾哥演的真好，但是看他们刚刚现场的时候，你就会忘记那儿，觉得他们这儿也好精彩。把金哥电影啊那个声音拿掉，演一下。2位老师现场呀，我们看还有很多东西啊，你让他们猜猜哪些东西能拟出什么声音来，好不好？好。第一个，闫妮儿姐来接受一下考试，好不好？一姐上。老师选一个考闫妮儿姐。您看看这个能模拟什么样的声音？啊？不就盖儿吗？哦，就是那个，你看，就这个声。这是什么声儿？心跳，有点像心跳的声。心跳，心跳。其实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这个发现的这个过程其实更了不起。对。妮儿姐那个心脏跳的已经比较弱了，一到我这儿就哑了。考一考糖糖。这是一个泡面桶，我以为是那个要嗦粉呢。哇，闪电吗？打雷。有点像闪电打雷的声音。你一下就猜对了。哦，要这么。很奇妙的声音啊。可以用在恐怖片儿，对，就听着感觉有事儿要发生了。对。小宋，这个是干嘛的？这什么？这是芹菜。哇，吃不了芹菜。不让你吃，他说不吃的，谁让你在这儿点菜了？这能拟出什么来？小宋，拧。哎呦我的妈呀！哇，那种骨头碎了的声音。骨折的声音。是的，是的。哎呀，是骨头关节的声音。其实做骨折有很多种，这是其中一种。但是就必须需要用一点力，对。哦，好疼啊！基本上是头部咔的一下。武打片的那种。老师，这个我知道是什么，你们听一下啊，谁能听出来这个？电影开场那个，电影片头。那么大电影公司开头都还打这敲呢？那时候大公司也用巧招。接下来我们让沙溢哥来合作一段。沙溢哥面对的这道题呢，就是一个新手爸爸给孩子泡奶粉的全过程。哦，直接看着动作马上模仿。宝宝，
该喝奶了。好的。我感觉啊，能听到那个奶粉特别细腻的声音。好的奶粉如果在水里融化的话，它的速度会很快。比如说呢，咱们这款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就是。对，因为这款奶粉啊是小分子蛋白配方，更好吸收，呵护宝宝这个娇嫩的肠道。而且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自有牧场，还可扫码追溯产品生产信息，更好的保留生牛乳自然的口味和丰富的营养。有机奶源，干净安全。哎呀，听沙哥这么一说，我马上就被种草了。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中国妈妈王牌之选。我们要感谢赵楠老师、高亮老师和韩军生老师。我们有请小宋为大家带来才艺头发乱了。演员准备好没有？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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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你今晚聲線尖，髮型又亂了，彷彿劇烈運動員灑了一看表，心裏知不了。這晚你去過哪裏吧？與那個他靜靜彈着教條。你壞了，摔大個夜了，讓你手發亂了。今日實叫背着我不敢輕佻，換夠了，請揭曉你做錯事了，讓你手發亂了，要你亂了，太過分了，失身反轉醉了。Now everybody party！摔大個倦了，讓你手發亂了，一邊撒嬌，背着我不敢牽招，講夠了，請揭曉你做錯事了，讓你手發亂了，要你亂了，我氣壞了，急急聲一變了，你壞了，摔大個夜了，讓你手發亂了，一邊撒嬌，背着我不敢牽招，講夠了，請揭曉你做錯事了，讓你手發亂了，要你亂了。太過分了，心扭都靠錯了。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就要考验大家的默契度、心灵感应一下。到了考验大家默契度的时候了啊！第一轮叫做3字问答，我会给出一个题目，然后你们就一人一字接力来给出一个3字成立的答案就可以了。哦，答案得说得通，说不通的话就得淋水啊。好，小童之事儿。哎，打个样，打个样。请问太空里面有什么？3、2、太空海。啥呀？一人一个字儿。你们在玩什么？你们在玩什么？这么多水吗？天哪！我的天哪！长见识，长见识。啊，啥意思呀？咱们比如说一个海王星就是海王星。来，我问你一个，说出荒岛求生必须要带的一个东西。你俩在这个领域已经浇水了。花花雪琴啊，请问荒岛求生一定要带的一样东西是？开始。呀，中了还棒！剪刀。为啥呀？我觉得大剪刀可以啊。雪琴押题都押中了，都没回答住。他俩没答出
来，我还嘲笑他俩了。那不对，花剪求生大剪刀太关键了。哥，以后临之前说行不行？好了，哥，关心一下我们自己，到我们了，哥。请推荐一道家乡菜，开始。臭豆腐，还可以。哎，谢楠老师，您家乡是哪儿的呀？四海为家，怎么的？四海为家。我家乡是安徽的，安徽真的有臭豆腐。我家乡也有臭豆腐啊。怎么的？齐齐哈尔有臭豆腐啊？咋没有呢？有啊。还是说我们那个是鲜豆腐放时间长了？还有一个闫妮儿姐，闫妮儿姐在家里经常会做什么事儿呢？开始。迷灯糊。迷灯糊是什么东西啊？哎呀，妮儿姐呀，也是水灵啊，好难哦。杨迪、小宋，请说出一位综艺感比你们俩差的艺人。花。抱歉，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我认了，毕竟这不是我的老本行。大气。唐嫣，说出一个时尚感不如你的艺人。我发现这旁边有个仨字名管用啊，自己家人，咱们这两组真的不好用。从杨迪开始，给小宋起个外号。小罗啊不，小萝卜，小萝卜，是不是小萝卜啊？小萝卜啊，小萝卜，对啊。啊，没事，一样。小罗锅那可不对啊，人小宋挺拔着呢。也是。对啊，小罗锅也合理吧？他有的时候背不是打得很直，确实。小罗锅。为了不浇水，硬认下这个是吧？认下了。闫妮儿姐啊，请问你觉得如果治事儿不说脱口秀，他能去干啥？开始。卖煎饼。可以，合理。没错，黑饼我就谢谢你了。瓜哥，请问你想看到糖糖和谁有对手戏？亮，等会儿，从现在开始不许再说队友的名字。这么说吧，早就应该这样了。我们这都太吃亏了。请问糖糖，如果你一个人被丢在了月球上，你最想说的话是？我爱你。等到最后一眼，最后一天，我爱你。这个要聊一聊了，这整出点什么？小童之事儿，请问如果要去到太空，你一定会带的一样东西是？开始。大鱼。一。对，因为太空呀有流星雨，那玩意儿你不带雨衣可不行。他们是新型材料做的雨衣呢。这个教的太没有道理。你觉得是白教了？对呀，教错了。楠楠刚才说了，人家那雨衣是专门挡流星雨的。对呀。未来的超级材料，我们的想法科幻一点好不好？对呀。把水给人吸回去，交了就交了吧。啊，小童那么多年了，交了就交了吧。腾哥当上军艺校草的理由，腾哥。大。帅哥。请问沙溢哥成为军艺校草的理由，腾哥。脸很大。这就是综艺感吗？请问你最想拉黑的人，沙溢哥。大。神疼。哇！大沈腾不行。大沈腾谁呀？大沈腾。对，这确实是我的微信名字。啥时候改的呀？大不是万能的啊。他们抄作业呢。对。腾哥，请你为花花的下一首新歌起一个名字，开始。大。雨。
中，大雨中，大雨中，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现在的这个感觉。此时此刻的处境。好名字，好名字！我现在深有体会大雨中的感觉，马上就能写。花花，腾哥的下一部电影应该叫什么？开始。大雪中。又有劲儿又励志。我只能说，你们哥俩体格子是真好，一个大雨中，一个大雪中，就是不走。你俩出一个东西叫雨雪交加。小童，你觉得最适合求婚的场景是？大雨中。我们基本上手里有俩标准答案。这一轮目前积分最高的蛙哥和糖糖，目前这一轮分最低的是我沙哥和闫妮儿姐。你说这迷灯乎能高吗？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下一题啊，下一题是一个容脸猜人，我们就是会把2个人的照片融合在一张脸上。这个你的强项了，我来。然后你们要说出分开之后他是哪2个人。智胜小头，请出题。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半程程，魏大勋，是吧？回答是否正确呢？正确。一看就是程程的脸型嘛，然后大勋的眼睛。快一道题啊！玲儿姐，关晓彤。但是这样 P 出来好可爱呀，真的娃娃脸啊！请看题。徐志胜和黄子韬。哎呀，黄子韬都没能救得了我呀！我。啊！白鹿和谁？和谁？关键是刘涛。刘涛。好，刘涛。刘涛。对的。对不对呢？对。谁呀？那是刘涛和谁？不是吗？梨少了，梨少了。刘涛。对。刘涛。再来一桶，一整桶。淋水是小事啊！天哪，连嫂子都没认出来，这眼睛里是真没的，是不是淋少了？你这一晚上光操心别人家的事儿，还在嘟囔呢，像刘涛啊！下一个都想哭，现在。这个太容易了。吴京和沈腾。黄鹤棣啊，和罗云熙。对。对。哇！接下来我会给出一个范围，你们每组在一个节奏当中共同来说出答案。比如说动物，你们就会说动物动物猫。哦。水果水果。西瓜。西瓜。从智胜小东开始啊，来，请说出一个显眼包，开始。显眼包，显眼包，范丞丞，范丞丞。哇！我说的前几天不是上热搜了吗？有几个显眼包，什么魏大勋、白敬亭、范丞丞，不是仨显眼包吗？然后还说不让说队友的名儿了。哎呦嘿，忘这个规则了。哎呦，那再加一桶吗？哎，不用了，不用了。花花雪琴，请说出一种调料，开始。调料酱油了。你会说什么？盐、番茄、调料，是番茄酱吗？哇塞，你太冷门了吧爷！我救命呀！人和谢楠，请说出一颗行星。行星，拍手，拍手，拍手！来呀，来呀！行星，行星，木星。哎呀，你看看，答对了。行星，行星，木星。哎呀，你看看，哎呀，哎呀，那么异口同声，为啥木星？就是默契嘛，默契。这个太厉害了，是吧？请说出一个方位，开始。方位，东。哇！糖糖蛙哥，请说出一部电影。电影，流浪地球。蛙哥，你的嘴巴，流浪地球。电影，流浪地球。至少拐了3个弯儿。
地球。我先留的啊，我先留他才留的。没有，我们是同时的，好不好？动手，自爆了，自爆了！内部出现了内讧。哇，舒服了。关键蛙哥特别实在，我先搂的，他再搂啊。都干了，好想教他们呀，他们好欠打呀，好干呀。小宋、杨迪，请说出一位男歌手，开始。男歌手，华晨宇。我们好干呀！哇，怎么这么多？哇，怎么这么多？量真大！哇，这一桶的量是前面10道题的量。腾哥组，请说出一个1到10中间的数字，开始。数字8。这也说不出来是为什么，就是默契。你稍微慢一丢丢，但是我再考验一下。我真没慢，没有。再考验，说出一个1到10间除了8之外的数字。数字7。哎呦，这咋弄的？再考一个，我升级个难度。说出一个星期几，开始。星期几？星期3。还是一样的。哎，难不住啊！这怎么做的弊？哎，你等会儿我抓住了。我抓了，怎么？他们星期几？星期3。刚摄影都抓住没？刚才。星期几？星期3。数字7。还是一样的。星期3。啥呀，师哥呀？这咋的？我们吃地少淋点水干啥呀？这是啊。大哥，哎，就这个量。大哥，哎，就这个量。哇，这个量好。擦。我能把鞋脱一下吗？可以。烧上水是吗？烧水。能不能换个不是数字？ OK， 我来换。如果真的证明有默契啊，我换个不是数字的，省得咱主要是为了省得人家说咱用手。我背手玩，来。背手玩怎么记着？我打。酸甜苦辣选一种。酸甜苦辣，辣。怎么着？太厉害了！再考你们一个，请问腾哥此时此刻的心情，开始。心情棒。好奇怪，我总觉得他们有点什么套路在里头。我们有啥套路？我又抓不到任何把柄，是为什么？奇了怪了，这边看不到吗？这边看不到吗？再考你们一个，说出一种家用电器，开始。家用电器，洗衣机。我提醒你一下啊，你再跟他这么默契，金哥看这期节目，不是，师哥可告诉你，你这有点太默契了。哎呀，对呀，忽略了是吧？哎呀，不行，咱俩得出点错了。对，咱俩不能说认识那么多年了，说也在一起合作过话剧，话剧之外也经常这个聚会，几家一起聚会。哎，是。认识时间，要不就不要瞄了呢？你觉得？别解释了。这轮的答题都结束了，我们统计一下啊。本轮成功率最高的是腾哥和谢楠，恭喜腾哥、谢楠获得一个锦囊。这个锦囊将会在最终环节发挥重要作用。接下来有请我们特别喜欢火星的王牌家族才艺担当花花，为大家带来一首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起来吧，奔向星河的绮丽。
和骤然的星宿。荒郊之中舞蹈，星辰野草造出无边的天地。这地球太小，像座环形的孤岛，谁会在这儿终老？当人类悬浮到不朽，谁愿追随彗星漂流，来篝火在银河尽头，点燃宇宙。哦哦哦，让我们跳吧，在无比宏大的星系中，哼吧，要沉迷洪荒的美丽我，飞吧，去寻觅红色的流星吧，让我们。梦吧。谢谢花花的精彩表演。接下来呢，我们要搭乘太空电梯去往地表层冰封城市。电梯即将到达地表，地表暴风雪预警，地表温度-80度，请各位坐好。你们看颜面姐，颜面姐是哇塞！我刚才一抬头，颜妮姐在这儿拍杂志。灾难是科幻片里的重要元素。刚刚我们经历了地表最强力的暴风雪，那所以本关的考核官就是这场暴风雪的制造者，同时他也是科幻片中的灾难制造者。中国妈妈王牌之选，接下来是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王牌时刻，掌声欢迎物理特效师聂春华老师。王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聂老师是资深的影视物理特效指导，你比如说电影里面经常看到的一些爆破呀、冰雪呀、刮风下雨啊、结冰啊，然后那种很厚的灰尘啊，这些物理特效呢，聂老师都是可以做出来的。哇！而且今天聂老师还带来了礼物。哎呦啊！什么礼物？他在电影当中用到的新型的可以直接食用的雪。可以食用的。来，这个雪是人造的，好吃吗？甜味儿了。硬品能品出来的甜味儿哥。来吃点吧，大家都吃点。有味儿的吗？没有。老师这边还想再吃一点。那个我们帮你拿着吧，老师。你是饿了吧？哎，真不错。好吃。你们是外星逃荒的吧？我感觉是啊，我感觉也是。导演，再给来3碗。他们4个吃1碗不够。只能说聂老师太有本事了。太有本事了啊！那它的材料是什么呢？这个是玉米淀粉。哦，那这不会行业机密就从此透露了吗？不会啊，这个都可以做呀。我觉得是一个推广一个好的产品的一个途径嘛。太好。对，太好。对。因为之前我们国内呢并没有制作方面的经验，当时就是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来做，
很幸运呢，我们接触到了就是说英国的一家公司，他们的产品呢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但是呢，如果跟咱们国内的相比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贵了5到6倍。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主打的就是想做一个可食用。到最后呢，是用玉米淀粉。对，玉米淀粉，然后它做出来的这种效果、这种质感是最符合我们的就是要求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和聂老师一起更进一步的来感受他的工作。我们会请聂老师在现场帮我们制造出一个漫天的雪景，然后我们会在雪景当中根据不同的情境来进行演绎。哎，太浪漫了，好吧？哇！辛苦一下聂老师，您去帮我们营造一下雪景啊！好，谢谢。第一组要表演的呢是小童、智胜、小宋和雪琴。哇哦！想看。在10年之前，小童和智胜是一对热恋的情侣，他们在雪中分别。我只能说，10年前小童你确实年轻。我只能说那会儿智胜家庭确实殷实啊。10年之后还是这对情侣，但是呢，是由小宋和雪琴扮演的，他们在雪中又重逢相遇了。怎么着？10年后？哎呀，你俩！哎呀，这是38岁的我呀！这有点，这日子越过越有盼头啊！这是聂老师做的雪，哇，这么浪漫！哇！哦。小童，智胜，我们分手吧。小童，我是真的想和你结婚呀。可是你爱我吗？啊，就让这个雪再大点吧。那我问你，你去火星执行什么任务？我去火星看华晨宇演唱会呀。行，那我就祝你去火星一路顺利，去成功看到他的演唱会，抢到票，记得买票的渠道要合法。好，那咱们10年之后再见。又是一年初雪了，智胜，你在哪儿呢？智胜，我好想你啊！小童，10年之后呀，我身体确实不行。小童，我回来了。智胜，是你吗？智胜，我回来了。你看，给你买的围巾都旧了，来。我给你换新的。哎呀，哎呀妈！小童，我的妈呀，他俩比咱俩甜。智胜啊，你这执行的任务不白执行啊，效果挺好啊。是吧？啊，我这10年没有啥变化哈。这么久不见。和印象里不太一样，也是，智胜，我问你，你知道你和熊大的区别是什么吗？不知道。熊大住在树洞里，而你住在我心里，而你住在我心里。智胜，这10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那你现在有了。搁哪儿呢？这儿呢。哇！挺累，你怎么像跑完马拉松一样呀？气喘吁吁的呢，给我整的。雪太大了，雪太大。但是聂老师真的很厉害，他那个雪一下来的时候，你的氛围感马上就有了，对吧？我就特别需要这种，你让我在虚的地方演，我演的也特别虚，心里没底。接下来呢是一个信念感的挑战啊，由腾哥来考验糖糖。情境是这样的，糖糖的恋人腾哥在末日之后不幸遇难了。什么？那他怎么回来的呢？但是，这不科幻吗？对，已经化身为能量体的腾哥，在糖糖看不到的平行时空里，依然在守护着他。要演能量体。对，只是这一切糖糖都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腾哥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让糖糖开心且感知到你似乎还在。腾哥呢会用即兴的表演来干扰糖糖，需要不受影响完成挑战才算成功。啊，那你不用理我，我愿意干啥？对呀，对，啊，太好了。来，二位请。哟，糖糖。我是背身啊，不要站在我的剑下。你没看我们这一圈都躲开了。看你是360度的剑锋。来，3、2、1 ，Action！ 雪，我想要看雪。我从来没有见过大雪纷飞的样子。我想要看漫天飘雪的样子。哇！多可怜的一个南方孩子，我怎么可以让他看不到雪？这漫天的大雪，把大地都变成了白色。多么纯洁，多么洁白啊！雪花太大了，不要砸到我的糖糖。是你吗？是你在为我下雪吗？如果是你的话，就让雪下得更大一些吧。下巴，下巴，大下巴，下巴，下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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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巴手，大下巴，糖糖得有多强的信念？他朝若是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糖糖，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你能感受到我吗？他躲开腾哥。糖糖，往那边走是一定感受不到的。糖糖，感受到我了吧？糖糖，什么叫下巴下巴大下巴？那我怎么说？糖糖，你信念感太强了。就他刚刚说大下巴，我真的是忍不住了。我刚才没有暗指谁啊。但
的却刺痛了很多人。接下来这场沙哥和我们闫妮姐，好不好？他们呢是在雪中诀别。诀别。我给你们规定一个情境，就是末日倒计时还有3天，人类为了可以留下我们的生命体，转移一部分人去火星，而沙溢哥呢也参与了这次宜居的选拔，后续的剧情你们自己考虑。咱俩刚在一块儿的时候，总喜欢坐到这儿看雪。第一次见，恁都不敢看，一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是啊，你说咱孩儿都这么大了。妮儿，俺被选上了，宜居证也拿到了。俺想好了，咱要是被选上了，就带着咱孩儿好好活着。恁就不要再考虑我的这个证了。你照顾好咱孩儿和你自个儿，别担心俺哦。妮儿，遇到恁是俺最幸福的事儿。别怕，别怕，俺会一直都在的。俺去看看儿。妮儿，占心妍，原谅俺的选择，望恁和孩儿在那边一切都好，从此永别，万王保重。纸短情长，不尽意义。恁别怕，俺也会一直都在。深爱恁的意。演完了，哇！真哭啊！真哭了，是不是？戏搭子行不行？戏搭子。哎呀妈呀！搭子不行啊。您说的我太想笑了。我现学的呀。而且那封信念的，打师弟心坎里去了。要唱上了，要唱啊！
完了之后看妮姐那背影，我都没看着脸，我都不知道她演啥，光背影感动的一塌糊涂。真好，真好，真好，学也好，你们也好。我觉得大家挑战都是很成功的，而且和聂老师的配合也都非常默契啊！谢谢聂老师，您这血下得爆。谢谢，谢谢，谢谢两位的精彩演绎。接下来马上进入最终验证。好。今天除了接受各种考验，各位科幻迷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精彩的才艺。接下来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小童和钟汉良带来一段充满未来科技感的表演。回到未来，优萃有机奶粉，中国妈妈王牌之选，欢迎进入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王牌时刻。中卫，新世界预备。Go back to San Francisco, 1985。拉住我的手，锐舞的皇后，自由的街头，不该被左右。A real Chinese dream, the Chinese world of dreams。珍贵，没有谁需要卑微，脱下面具的无悔，和平在预备。Go back to San Francisco, 1985。拉住我的手，锐舞的皇后，自由的街头，不该被左右。A real Chinese dream, the Chinese world of dreams。Let's go to the future, 1985. Whoa, oh, oh. Whoa, oh. Let's go to the future, 1985. Whoa, oh, oh. 谢谢小童和钟汉良的精彩演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最终环节。科幻电影的经典结局呢，经常会有爆炸的设定。那我们今天的选角还有最后一个剧本争夺环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模拟一个拆弹游戏来进行最后的剧本争夺。在刚刚的游戏当中，腾哥和楠姐是获得了一个锦囊的。那这个锦囊呢，将用于接下来的考验环节。有请 S 为我们公布游戏规则。剧本争夺环节已开启，每组将分到5根引线，其中有5根安全引线，2根炸弹引线。支持大团圆结局的4组需减掉所有安全引线，即为成功；而支持悲情结局的2组需要减掉2根炸弹引线，或阻止对方拆掉5根安全引线。你们的身份信息就在我准备的信封中。接下来你们需要随时保持人类的理智，来判断其他人的身份。祝你们好运。找角落，找角落。你们的小角落也太安全了吧？就在这里啊！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最安全。那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大家来捡我们的线。但是说有炸弹，大家就不来捡我们的了，对吧？对，也有这个。对吧？咱们得分析谁是坏的，坏的那个咱就不去捡。哦，明白明白。我们现在是要让他们说出他们手上有没有安全线。我们就是实话实说，是最好的一种方式。那咱俩也不知道哪根是不知道，好知道，那也没法给人做那个误导啊。但是可以骗嘛。
接下来从小宋和杨迪开始，每组依次发言。好，但是可以有混淆信息在里头的。哦。好，我们这组让最老实的小宋来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一派？小宋是展现人品的时候啊。那我来说吧。我们是支持圆满结局的那一派好人。我觉得支持圆满结局的那一派别都来我们这儿，因为我们这儿很明确有1根安全线，4根是无效的。是的，所以有很大的几率可以捡到安全线。我们这一队是和平派，然后我们这5根都是无效线。哦，可你说5根都是无效线的时候，宁儿姐在旁边摇了摇头，都是无效线。你没认真看吧？我啥都没听懂。你的任务是什么，妍妮姐？我的任务我就是少说话，我不知道是咋回事。我的任务是不要被人看透。我们俩也是那个好人，好人，不想破坏你。你这个时候就不要结巴了。完了，我们这3根无效线和2根细一点的无效线。我们是4根无效，然后还有1根炸弹线。哦，炸弹出来了。对。我们5根都是无效的线，对不对？嗯。哦。我们是有4根无效线，一根是安全线。所以有3根安全线丢了，还有1根炸弹线没了。光靠语言的确实很难判断，还是要看捡。那就捡吧。捡吧。腾哥获得了第1轮的特权，你可以拥有捡2次的机会。哦，只可以捡别人的，不可以捡自己。哦，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来捡我的线和迪哥那一组线，我们两边的可以捡。然后小童既然已经说了他有炸弹线，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不用捡他的线了。捡这儿就对了，有1根安全线，好人就该来这儿捡。那我要捡到炸弹，他俩就是坏。对对。那肯定是坏的呀。对。来，杨迪，真的。嘿。等一下，没劲儿啊，大哥，这多长时间前功不干了？好，拔出来。滴溜出来。哎呦！直接就安全线。安全线，耶！他俩是好人，他俩好人。我们今天是和平派，后面还有一点，我们这儿自己就有1根安全，我们让别人来捡我们。你也应该很失望吧？捡到了安全线。我一点不失望。你应该没想到真捡中了吧？我是好人。你捡完没有马上笑出来？腾哥还可以再捡1根。OK， 那边起码咱们已知信息，那边是有1根安全线的，那肯定选他们呀，对吧？好吧。任意选1根。这根。行。捡了啊。啊。慢慢把悬念给我瞪出来。什么颜色？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黑的。黑色，无效线，无效线。哎呀，这样你看，就也没证明他俩是啥人。他5选1，他也不好选啊。沙哥和妍妮儿姐，捡那儿呀，那儿还有1根安全线。我觉得我还是捡你们吧。我们安全。我觉得还是捡你们吧。捡我们最安全，沙哥。选1根儿。捡了。又是黑的烟呀！哎呀，小童制胜。我们，因为我的安全线没出来，你们应该捡到我安全线出来为止。但是没法相信你。如果我说谎了，那我就肯定能捡出炸弹线吧，对不对？所以应该来捡我的线。但你那儿有炸弹呀，有可能有啊。那我就垂死了，我就是。那炸弹的那个人不就炸弹线了呀？对，他们就赢了50%了。但问题是现在是没有给信息的人是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选择我们左边，因为他们说5根无效线，所以我们觉得有炸。肯定是有，觉得有炸，证明他们的身份，一旦捡出功能线，当场逮住。对，真的没事，随便捡。随便捡。
真的无所谓。真的无所谓。行，就他了。剪了，剪了，剪了。哎，对不对？哎呀，是不是我们没有骗人啊？但是你们运气好，你们还有这4根。没，真的。你们下次还来捡还是一样的。花哥、糖糖选一组捡。哇。按照目前有的信息来说，是最危险的，其实是所有说没有线的人。你们3组是最危险的，所以应该来验我，因为我的安全线没出来。你们应该捡到我安全线出来为止。瓜哥，我这里，你放心，随便捡。你那无效的捡来干嘛？对啊。所以我这里肯定是不会碰到炸弹的呀。对我想我们捡他们的。我相信你。对。啊，为什么不捡我们？我就随便了。怎么样？他有5根线呢。就是啊。怎么样？不是我，你看，你瞧瞧，妍妍姐这个线场上很多，场上很多。姐呀，这根黑线啥也说明不了。这根线有什么值得这样子的？场上一堆呢。我觉得是坏人不想承认自己这儿有安全线，好人也不想承认自己有爆炸线呀。对，一个逻辑。但是沙哥刚刚说了，我5条都是无效线，但是你们可以来捡我安全。没有无效线会希望来捡自己的。不是你无效，至少你不会碰到炸弹呀。我甚至觉得腾哥就算是坏人，他那里可能都没有炸弹。我有炸弹啊！啊，真的？哎，我有炸弹啊！啊，我又有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炸弹没啊！不，我们要不是我有那个绿的，叫什么？这叫安全线。安全线，我有一根安全线。已经放你很多马了。哎，把我澄清了吧？太可疑了，太可疑了。腾哥，你说点实话，你有几根有效线？妹妹，你要问我，我就说实话。难道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有1根炸弹线，1根安全线，3根正常线。这个是第3个版本，它头2个版本都不是这样。我们也都是5根无效线。我有1根安全线，我有1根安全线，1根爆炸线，3根正常线。我乱了。我们是好人，人是坏人啊，因为你们说谎了呀。说谎不止我们一组。快捡吧！我唯一的说话你冷静。我要简单讲安全线，他们就说谎了。他俩是反派，你看。哎呀，黑线，安全。你没捡到，我来。要点。不想听了。真的见。绿色线。绿的。什么点儿？点儿真背，高兴了吧？我高兴，我有什么高兴的？我要是高兴，你应该捡红的我才高兴。哎，捡红的你才高兴，你捡绿的。不是，我就说，如果我是坏人的话，对，这个很失望，是不是？我好人啊！不要围攻沈叔叔。我没有想到是这个局面。经过第1轮的考验，有1根安全引线已经被剪掉，现在所有引线已被打乱并重新分配，考验继续。现在来到的是第2轮的验证环节，杨迪、小宋，请开始发言。好，我好了，别演了。我们这儿别来捡了4根无效的引线，捡了都没用。好，这一轮呢，我们俩有1个炸弹线，然后有3个无效线。有人来捡你们这儿，有人就有问题。首先，我们是好人身份，本轮我们的4根线都是无效线，所以如果你们是要想捡安全线的，就可以不要来我们这儿了。巧了，我们也是4根无效线。啊？你们俩？
不是怎么的？你们是我们不能吗？我们还怀疑前面怎么无效线？现在都是4根无效的，是吧？我们也是4根无效线。什么啊？有用的线都去哪儿了呢？又全是有效线在他们组了。4根都在哪儿？如果说都在花花他们这儿的话，甚至还少了1根，因为还有4根安全线和1根炸弹线没有出现。去哪儿了？线去哪儿了？我们就说实话，我们有2根安全线，2根无效线，所以好人可以来捡我们。对，坏人是应该会想避开我们。对。到目前为止，通过发言，场上无端消失了1根炸弹线和2根安全线。这么说的话，就是有人在说谎。你也有嫌疑哈，腾哥。糖糖，你真的无效线吗？你看着我眼神。对啊。首先剪引线的是杨迪、小宋。我们剪你们，先把安全线剪出来。花花，你不能辜负我们的信任。绿色，绿色，绿色。黑的，哇，没辙，浪费一次，浪费一次。沙哥和闫妮儿姐，我觉得这样吧，你们就专门剪我的线吧。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要这根绿线出来了，我就铁好人。那我现在所有的发言，你们就应该听我的。等一等，等一等。啊，我听闫妮儿的，闫妮儿说等等。捡我呀！我有点怀疑小童的感觉，我有点怀疑他。哎呀，反正我们这是4根无效线。4根无效线，我不想浪费好人的机会。我不相信他4根无效。我觉得小童有可能是有安全线。妮儿姐直接下剪子，捡小童。可以可以。哎，剪出来如果是黑线，我们是不是证明我们清白了，腾哥？如果我们说我们4根都是无效线的话，他们就会越说无效，他就越想来捡你的线，就是引发他们对我们的怀疑，然后浪费他们的机会来验我们。我的妈呀，这可不是前期的快小，太厉害了！捡小童，可以可以，我看他长得就像坏人。哎呀，这可不行，眼睛从来都不好好的讲，认真看人。我这可都是无效线，我们这可都推的无效，可都无效线。哎呀，就随便捡一个吧。把绿的薅出来，把绿的薅出来。哎呀，无效线。青天大老爷呀！我们说的是实话，4根无效的线。这也不见得是实话，这也不见得是实话。咱就使劲让他们怀疑。可以，真是可以。腾哥和谢楠组，我们肯定是捡花花呗，必须捡。对啊，现在是这个逻辑，谁要不跟着我们去捡，谁就是坏人。我们相信李雪琴他们这组是好人。既然选择了，我们就相信里边有2根好线。我们希望能赶快捡到安全线，所以就先捡他们。上来就捡，哪根？楠楠你选。来，就这根好不好？走。绿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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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绿色，耶！可以，信你们了，信我们不？可以。啊，我们是好的。那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大家来捡我们的线，就看有谁不愿意捡我们的线。对。那这个人就有点问题。可以啊。信我们不？还不信？他这个就是用1根线，他只是想靠到大多数人。对。我觉得大家心里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判断了，但是蛙哥还在试图带节奏。你就当我带节奏，真的。小童制胜，捡谁？继续捡，好人继续捡。对，这还有1半的机会。好人来这儿捡，证明自己身份的时候到了。继续捡，好人继续捡，证明自己身份的时候到了。捡。那肯定捡花花呀。花花。绿色。绿色。啊！我的天哪！这什么运气啊！这都唯一胜根，太点儿背了。对啊。什么运气？对，什么好运？花哥、糖糖。哎，捡之前我再说一句啊，好人不要捡我们的，你们细品一下。
他一定是坏的，他一定是坏的，真的。等一下，我觉得现在全场最好身份的人是我和杨迪那一组，因为杨迪那一组还有我们中了一个绿色线，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好人身份，所以你们要捡的话，应该把你们的机会留到捡我们的线。没错，对，这是好人逻辑。怎么还能来我这儿冒这个险呢？就是你们如果不捡我们的线，我就会怀疑你们有问题。不是，我一定是好人。如果一定是好人，为什么不捡他们的？你是好人阵营线，没有必要。这边找到绿线，只是再安全一次。但是如果这边捡到绿线，可以证明很多事，是证明他是坏人。同时，我们也可以多一个绿色安全线。我的原话是：好人千万别来捡我们。不管理由是什么，他就不希望我们捡他的线。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懂，他就不想让你去捡，一定要捡他。他们一直在再三的重申我是好人，然后就不让我们捡他们。就是说现在有绿线找不着呢，肯定是在坏人那儿。我们可以验证一下嘛。前一根要是绿的，就啪啪打脸。遵从自己内心，相信自己，加油！一旦捡出绿色，身份马上变坏。捡了。捡。拿出来看一下。这么红色，天哪！哇！暴露了吧！暴露了吧！哇！我为什么不捡第4条？哎呀，好可怕呀！好可怕呀！第一根爆炸引线出现了啊！那这不就可以证明他们是好人了？今天你们是和平派，然后我们家的引线是炸弹引线1根，无效3根。那我们就说4根没用的。你觉得你现在讲的话，他们信吗？你讲，这回你讲，4个没用的对好人来讲是有利的。开心了！让你们不要来，不要来！腾哥，大哥，我信你了，你给句话说捡谁？你肯定信我是好人呢。是我信你了，反正别人信不信我不管，我信我哥哥。八哥，别演了！你们真的有问题吗？真的没有。他从第1轮就很像有问题的样子呀！你们也太会演了吧？不会吧？真的没有。现在就是你们坏人阵营已经成功完成了1/2任务了，开心了吧？不，我感觉你要暴露了。不，你要暴露。你以为你穿反弹衣就是怕爆，就是要引爆。你俩这是炸弹还是安全啊？我们说实话，一条炸弹线。我们不能让他们捡我们，因为我们是好人，所以捡我们很可能会触发炸弹线。那就算完了呀，因为杨迪那一组中了1根绿色的线，还有我们中了1根绿色线，我们2个人已经证实了我们2队是好人的话，腾哥是他不想让大家来捡，那就证明他是好人。腾哥占了一个炸弹，他也占了个炸弹，那沙哥跟小童就是坏人。沙哥手里肯定是绿线，他说自己是炸弹，所以就应该要捡这个沙哥。对。今天你们是炸弹客，咱俩是坏人。你们的任务是引爆炸弹，就是捡炸弹线。我们就装好人就行了。我们这5根都是无效线。蛙哥，我这里，你放心，随便捡。你那无效的捡来干嘛？不是你无效，至少你不会碰到炸弹呀。没有无效线会希望来捡自己的。我觉得他说对的，他没有搞明白规则，所以你让那个花花抓住了你那句话的那个把柄。我懂，他就不想让你去捡，就是说现在有绿线找不着呢，肯定是在坏人那儿，一定要捡他。遵从自己内心，加油，请相信自己。花花是本轮唯一还拥有捡线权的队伍，但是很遗憾，不能捡自己的，你没有办法去捡这个你认定的绿色线。这么久，只有腾哥捡了1根绿色，捡谁？沙哥的。原因是我的逻辑最清晰，就是因为我都这么铁好人的情况下，
沙哥这一组这一轮都不捡我们的线，跑去捡了小童的线。他们说这局里面他们有一个是炸弹，那就证明他们那一根线应该是好的线，他不希望大家来捡他的绿线。捡吧，我这有炸弹，你捡吧。哇塞！啊，3个无效嘛，对吗？无效线。还好你捡着个无效。最后一轮验证的时间到了。本轮你们面前线的数量和顺序将不会再被添加或打乱。哦，所以这次可以确定它的一个数量，可以进一步方便你们缩小范围。杨迪、小宋选择谁的线？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安全线在这儿，还有一个安全线在那儿，他们都撒谎说他们都是无效的，真想高光一把，咔就把那个安全线剪出来。剪，咱没这命。不是，你是没那脑子。你们4根是啥？无效线。没用的，我们这都可以卖了。有一个炸弹，旁人呢？沙哥那个一定是有安全线，然后这块一定有一根炸弹，我觉得是这样。那现在你的意思捡我2个？嗯。我们不能他们捡我们，因为我们是好人，所以捡我们很可能会触发炸弹线。我跟你说，如果他是绿线，就捡他的。那你去捡糖糖，他们4根1根都没。蛙哥他们确实可以。不是，我们是无效的。我们去蛙哥那儿高光，走。我们来这儿高光，4选1，不管了就捡。你们绝对有问题。我们没有问题啊。捡出来，捡，走。别乱捡，别乱捡，干嘛呢？没有高光。我们什么都不用说了。你看你还不嫌我，你暴露了。Oh my god! Oh my god! 我就跟你们说不要浪费嘛！啊，咱也整个高光时刻呀！来呀，你高！咱傻呀！局面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对呀，咱帮匪徒把那根红的找出来。气死我了！我真的想把那红的捡出来，太不争气了。不会不是绿线吧？它不是绿线，我都把这个柜子吃了。绿线，安全线。哇哦，来不及了，我觉得。来不及，来不及，真来不及。还有1根炸弹线，2根安全线不见了。如果我们3个捡不出来，坏人就赢了，对吧？是。我觉得可能在他们那儿，沙哥就想去捡他们的线。那咱就捡我2个。你俩这是炸弹还是安全啊？一条炸弹线。就捡左边。就捡左边吧。我们这样，咱验我2个行吗？不要！这找绿线啊！你干嘛要捡我们的呢？别乱捡，别乱捡！哎呀！无效线。哎呀！黑线。那根没捡到。现在只有一种可能获胜，你们剪掉1根绿线，花花再剪掉1根绿线，唯一的获胜方式，唯一的获胜方式。现在只有一种可能获胜，你们剪掉1根绿线，花花再剪掉1根绿线。就是沙哥跟小童，就他们2家。现在要不然就是沙哥有2条绿线，要不就是小童有，要不就是沙哥1条绿线，小童有1条绿线。场内现在承认炸弹的只有沙哥，对吧？这一轮呢，我们俩有1个炸弹线。但是沙哥是，如果他真的是炸弹，说实话的话，他上一轮又不捡我们，那就证明他们有问题。那他们在说谎，他炸弹不在，那就证明他们那一根线应该是好的线，他不希望大家来捡他的绿线。那就沙哥那边有绿线，因为他不让我们捡，他说他有红线。捡吧，我这有炸弹，你捡吧。捡沙哥的。哦，捡完红线就结束了。只有一种可能获胜，你们剪掉1根绿线，花花再剪掉1根绿线，唯一的获胜方式，唯一的获胜方式。
说谎了是不是？现在还有一根绿线是，要不就在沙哥那里，要不就在小头那里。不是不想让剪，我们就怕浪费机会让坏人赢。他有可能还有一根，因为他防的好厉害。还是在那儿，他们那边肯定还有。你们还有绿线吗？真就一条，我把绿说成了红。太难了，5条里面选一条，这个选不出来了。基本上花影已经赢了。如果花花选的这根绿色，结局不改；黑色或红色，结局改变。炸弹爆炸，见证一下高光时刻。不是不想让剪，我们就怕浪费机会让坏人赢。真就一条，我把绿说成了红。太悬了，太悬了，太悬了！那根是炸弹，不是？那炸弹在哪儿呢？炸弹在我们这儿，在我们这儿，炸弹就是这个。你看4选3哦！别乱剪，别乱剪，干嘛呢 ？Oh my god！ 不要浪费嘛！啊！哎呀，无效线，黑线。你看为什么？我的天哪！这个太高潮，真悬呢。我们让糖糖把那根线剪了，证明一下这是一根红色的炸弹线。哦，而且这根线一出来就启动了。你俩是最成功的护弹使者。哎呀，咱那个运气呀，沙哥，我就猜到在他那儿。我也猜到，我们也猜到，我们也去捡他了。我还把杨迪弄去了。我们冲到那儿去捡炸弹。不是啊，咱们3组捡4根没捡着，他们2次捡3根，人家2次全捡。这个呀，没办法了，这是天意了，你知道吗4选3哦！我的天哪！下一个逗你们玩我恨你一辈子，逗他们玩你俩希望这是一条河不？淹死我们算了。我希望是条海。但今天这个剪线的过程特别像一部非常优秀的科幻电影，可能危险随时都会在我们身边，但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人拼命守护，也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把最美好的结局留在我们的身边。说得好。中国第一部具有科幻元素的无声片是1928年的《庄子梦蝶》。现在影像已经不可考了，但是证明中国人从那一刻开始已经对于科幻电影有了追求。我们现在正在通过自己的技术不断的努力迎头赶上，并且在中国的科幻电影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的科幻电影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内核。我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在未来也会把自己的精力放到科幻电影当中去，无论是扮演，亦或是创作主题曲等等，为观众朋友们呈现更多更精彩的中国的科幻电影。今天整期节目结束了，我觉得不分输赢，因为这一出大戏是我们共同呈现的。这样，我们每个人在今天节目播出之后，在微博上描绘一下20年后你和你生活的这个地球该是一个怎样美好的场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Welcome aboard Flight 1013 to Out of This World. I am your AI for this journey. Please get up and dance and wiggle at all times. It's about to get bouncy. Run 海水沸腾了，闷了、捂了、堵了、翻了，沸点涨落了，月球爆炸了。
撑着顶着拖着，世界末日了，人类倒数着，在口中走了，笑着骂着忍着，我是爱你的，就算天塌了